为了拿到笑傲江湖的天书，我们第一站来到一剑尼姑逢赌必输，五岳剑派横山派的剑信封。现在正值左冷禅想要并吞四派，整合成一个大派，准备和少林武当来个三足鼎立，分庭抗礼。横山派是个由莫大先生认证、充满妙龄尼姑、如花少女香香的地方。掌门人定贤师太心细如发，虽然平常很少出去走跳，但是对于江湖上各门各派的人物，无一不是了若指掌。定贤师太认为我们是左冷禅派来的，他坚决反对松山派将五岳剑派并派的主张，所以直接就跟我们动手了。打败横山掌门定贤师太之后，他还是坚持我们是左冷禅派来的，在五岳剑派合并这件事情抵死不从。在笑傲江湖中，定贤师太被岳不群以一枚细针杀死，临终前留下遗言，让令狐冲接任横山派掌门人，是个有胸襟远见、灵台清明之人。请各位有胸襟远见的大侠们江湖救急，帮洛洛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感激不尽。接着我们来到五岳剑派中的泰山派。泰山被誉为五岳之首，是一个道教门派。结果门口的小弟以为我们是来拜师的，一言不合又打了起来。打败小弟之后，往右边的房间走，可以得到金盆洗手请帖，然后跟泰山派的掌门天门道长对话，可以进入战斗。战斗胜利后可以拿到泰山18盘。打完收工，进入华山派伪君子岳不群，一见到令狐冲就假仁假义的跟我们说教，还说了下月15将在松山举行的五岳派并派的事情。令狐冲虽被逐出师门，但仍表示将在五岳派并派大会上全力帮助岳不群。咻的一下，我们就到了横山派刘正风金盆洗手的现场。武林中金盆洗手的原因有很多，如果是黑道的大佬，一生造的孽多，金盆洗手后代表打家劫舍、杀人放火的勾当就不干了，算是改过向善，给儿孙留个好名声。如果有社会案件，也可以洗清嫌疑。热爱音乐的刘正风金盆洗手后，代表以后不出拳动剑，也不过问武林中的是非恩怨，江湖就算没这号人物了。学武的人一辈子动刀动枪，难免伤人性命，多结冤家。到老了想到江湖上的仇家众多，不免有点寝食不安。刘正风这样大动作的洗手，就代表仇家不用担心他去报复，也希望仇家们不要再来找麻烦。不过刘正风金盆洗手的原因是因为自己身为名门弟子，却与魔教长老曲阳以音乐结交为莫逆之交，为避免祸及横山派，他决心退隐江湖。刘正风与曲阳能够彼此找到人生中的知音，虽然最后被灭门难逃一死，但死前你催我消，我抚你情，最后与曲阳一起合奏《笑傲江湖》便没有遗憾，双双自断气脉而亡，留下一曲《笑傲江湖》，人生于世，夫妇何恨。这边掌门莫大也认为我们是左冷禅派来的，一言不合又动手了。打败莫大可以得到回风落雁剑法。莫大说五岳并派大会之日必到，要看其他三派怎么说。正要走出横山派大门，都听到松山弟子正在计划将刘正风一家老小抓起来，逼他承认与日月神教曲阳的关系。这边我们顺手就把他干掉了。哪有人在别人门口讨论杀人灭口的事情啊？这边核弹美少女王语嫣一招就把他们全灭了。马不停蹄地赶到松山派，正好赶上五岳剑派并派大会。中山派弟子不给进，只好直接破门而入。左冷禅说，五岳剑派同气连枝，100年来携手结盟，本来就是一家人。只是最近武林中发生了不少大事，他和五岳剑派的众人讨论，五岳合并成一派，统一发号施令，将来才能抵挡日月神教，并表示五派一定要合并成一派，其中的原因是五派中的人自相残杀，并指出有人亲眼看到莫大杀了松山派弟子，并派他就既往不咎。
用使用激将法让太上掌门放弃掌门之位，最后跟衡山派提出五岳派的掌门由五派之人推举决定。我们提议以比武夺帅来决定五岳派并派后的掌门，只是令狐冲也决定代替华山派替师父岳不群争夺掌门之位。接下来就是我们冲哥的表演时间。在令狐冲获胜之后，本来以为岳不群会反对五派合并，结果岳不群只说急着合并难如登天，而且会引起武林纠纷，但各家门派可以近的先合并，或是武功相似的先合并，慢慢来就可以合并成功。然后伪君子岳不群就成功当上五岳派的掌门了。临走前在左冷禅的屋里可以找到张旭帅一帖，然后我们抽个空来海边小屋。这边准备好材料，就可以请林出子帮忙做洪七公美食任务的御敌谁家听落没？这边把御敌谁家听落没给洪七公，我们就可以得到绝世武功降龙18掌。虽然第300已经被金庸先生改成降龙28掌，是不是非常不霸气？咻的一下，我们立刻赶到梅庄去救任我行。来到梅庄找秃比翁，拿出帅一帖激怒他，顺便跟他说：秃头秃头，下雨不愁，人家有伞我有大头。打败秃比翁后，找二庄主黑白子，一样拿出刘仲甫呕血棋谱激怒他。最后找到大庄主黄忠公，拿出广陵伞勾引他，最后再将他打败。打败大庄主后，他们透露梅庄地牢还有高手，想要让地牢高手出来对付我们，
但是被大庄主所阻，无奈之下我们只好进去又出来。黑白子一直想要得到想要的宝物，于是给了一把红钥匙，要我们去地牢找高手一战。没想到美妆室友居然在地牢里面玩麻将。到左边房间推开地上的蒲团，进入梅庄地牢，用红钥匙打开牢房。原来西湖地牢内关的是日月神教前教主任我行，这一关整整就是12年之久。江湖上的血雨腥风再也与这个大魔头无关。为了防止任我行逃脱，东方不败还专门设计一个纯铁打造的牢房，只留四方的方孔，以便送进食物。此外，任我行更是被纯铁打造的铁链锁住了双手双脚。东方不败同时派了4个武林高手，即黄忠公、黑白子、秃比翁、丹青生看管任我行。这边可以拿到黑木令跟吸星大法，都是向问天帮忙逃走，这边则是自己就走出去了。一出地牢可以看到美妆室友已经在这里埋伏，才知道世人是东方不败的手下。他们把任我行逃走之事挂在我身上，想拿我回去跟东方不败交差，然后就开打了。战斗结束后，美妆室友回去跟东方不败报告任我行已经逃走的消息。到黑木崖上先跟黄忠公打个招呼，东方不败就想看看我们是个怎样的俊俏小郎君，结果觉得我们跟他的连地差得远了。这时候任我行赶到一起对付东方不败。任我行当初因为强练吸星大法，真气冲突，要独自闭门思考如何吸收不同的真气，而东方不败暗中将整个日月神教人事权拿捏在手。这时候任我行为了安抚东方不败，将葵花宝典送给了他，没想到还是被东方不败关进了西湖地牢，在里面一待就是12年之久。东方不败说当初一心想当教主，那可意气风发了，说什么文成武德忠心圣教，当真是不要脸的福翠法罗。直到后来修习了葵花宝典，才慢慢体悟到了人生妙谛，终于明白了天人化身万物之长的道理，只要能让他变成少女，就算当皇帝他都不当。这边骂他老蛋，立刻就翻脸，开打啦！任我行击败东方不败之后，还是得承认东方不败武功天下第一，但任我行也想要玩监禁 play， 不过原著中是没有这种剧情啦。任我行当回日月神教教主，并把笑傲江湖天书给了我们，然后任我行又说笑傲江湖只是故事书，最厉害的武功还是葵花宝典，但是要挥剑自宫。在这边跟任我行对话，就可以直接抢夺葵花宝典。为了能把所有队友切掉，跟他拼了！在这边如果已经挥剑自宫，还会被任我行无情的嘲笑。
正要走下黑木崖时，会有伪君子岳不群以为笑傲江湖是部武功秘籍，而率领五岳派前来抢夺。那么笑傲江湖的故事就到今天结束了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请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感谢各位。斗罗打击，我们下周见。